永基是你的儿子，他亲眼看到凌云彻与你那般了，你还要朕怎么样？朕没要他的性命，留住你的后位，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。皇上是给臣妾脸面吗？皇上是给自己脸面吧？你总有这么多的说辞，其实刚愎自用、薄情寡信、自私虚伪是你，疑心深重的更是你。放肆！你藐视君上，失去了一个做臣父的本分。与其看你如此疯魔，不如朕废了你！不用皇上废了臣妾，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，不想再忍了。做什么？如意，皇上与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，如今臣妾断发为妻，给去了的青云和红莲。如意，你疯了！公主，贵妃娘娘，怎么回事？怕是又出大事了。皇阿玛，皇额娘怎么了？皇后心机疯魔，居然当着朕的面做出断发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。断发！皇上，我满人唯有大丧时才可断发，皇上您还健在，皇后娘娘怎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？金宝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皇后不堪中宫重责，明天一早，命佛龙庵送回宫中医治。没朕的旨意，不许出仪关宫半步。令贵妃今为皇贵妃，赦6宫事。这，谢皇上恩典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想静静。儿臣告退。臣妾告退。
皇后娘娘，谁敢阻拦皇后娘娘？皇上呢？皇上正忙着呢。好，都守在外面，不许进来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哟，这是哪位娘娘啊？看着气质不凡，是来与我们姐妹同乐吗？放肆！皇后娘娘面前，怎可言语如此轻薄？皇后怎么也有雅兴到这儿来了？臣妾听闻镜中引得皇上在此留恋享乐，夜深了，臣妾是来请皇上回寝殿安置。皇后别误会，朕呢只是唤他们唱一些民间礼曲，了解一下地方的风俗，无为什么流连享乐。皇后别多心啊。是吗？容佩，把姑娘们都带下去吧。是。还有，镜中当差有失，就交给你和三宝处置。是。皇上，皇后叫你下去便下去。姑娘们走吧。放开我！我会怎么了？这是姑姑。赶紧把他们送到岸上去。是。快点，跟上。好了，人也走了，皇后可以回去了。皇上还不回行宫吗？朕缓些自会回去。皇上在生臣妾的气。朕在想啊，朕让李煜给皇后送的糕点，也是无用啊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朕这大半生都在宫中度过，无一日不是严守规矩、恪守法度。如今见到一宫外女子，活色生香、秩序横生，朕才一时起了兴致。可皇后却偏偏要来闹，闹得彼此尴尬，连朕的脸面都不留了。臣妾来闹，臣妾就是为了皇上的颜面和圣誉才过来的。刚才出去的女子，衣上绣着团龙纹，手背上贴着水仙花帛，都是皇上许的吧？那又如何？这女子在城中到处炫耀，惹得人人风行效仿，大家都在议论皇上为胡和青楼女子取乐，传得不堪入耳。她不顾惜皇上的声誉，难道皇上自己也不顾惜吗？纵使如此，朕是天子，专心国事数十载，朕一刻的松快都不能有了吗？皇上不懈于志，才谋定如今的盛世江山，数次南巡，也是为了留下和圣祖皇帝一样的圣名，垂范天下。为了一时的松快，毁了数十年的声誉，值得吗？臣妾身为中宫，恳请皇上勿要任性，爱护龙体，顾惜声誉。你以中宫之名恳求朕，朕就以天子之名告诉你，不可以顶撞朕、忤逆朕。如此咄咄逼人，不仅比不上孝宣皇后的贤德，连丽贵妃的柔顺都比不上。皇上不止一次拿孝贤皇后和臣妾相比，臣妾无以再辩。至于令贵妃，令贵妃奸贤妄为，
和敬忠一起引诱皇上贪恋风尘，丝毫不顾皇上的圣誉。皇上觉得他这是柔顺，是，还拿他和臣妾相比。令贵妃明白朕的心思，她会讨朕高兴。你呢，就会扫朕的兴。朕就是要嘉奖她，厚赏她。怎么了？你对着朕做什么？臣妾的眼前人已非彼时人，两两相望，唯余是往。姑娘们请吧。水玲珑姑娘，奴才送各位姑娘回会馆中去。不必了。这几日他们伺候皇上有福，就送到附近的尼安，从此便青灯古佛为皇上祈福。我不想去，我也不想去。闭嘴！你们进不了宫，也不能再伺候别人，便只能出家，否则必死无疑。送你们来的人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后招。我们虽然卖艺，却不是承恩卖笑的青楼烟花。姑姑何必咄咄逼人？姑娘的话自己可信，且你们损及圣体，累及圣誉，留你们一命，已经是皇后娘娘慈为宽宏。你干什么？天加龙纹！你放手！姑娘就不要用在自己身上了。放手！脱下来！我想你也是聪明人了。还有，进了尼安，这手背上的水仙花帛也不相宜。姑娘就自己取去吧，把他们都带走。锦州，你去哪儿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得有人送他们去尼安呢。站住！奉皇后娘娘口谕，禁中迷惑君上，欲行不轨，即刻处死！你们敢！拿下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救奴才！令主，令主救奴才！皇后要处死奴才！谁敢动禁中？皇后娘娘懿旨，还要不得禁中性命。禁中的生死还由不得皇后做主。聒噪什么？令贵妃既然要留人，就暂缓处置吧。这留着这个奴才的性命，到时候还能问个清楚。这是。找个地方先把他关起来。啊，令主，公主，正事要紧。梦禅，在。带禁中下去。是。这几年，你一直过得不高兴，一直违逆朕。如今看着朕的眼神，也都是寒气。朕很想知道，你对朕如此冷淡，是从心里面有了凌云彻开始，还是他死了之后啊？皇上，臣妾这一辈子只一心一意对过一个男子，那就是你。只可惜皇上已经不是当年的4阿哥弘历了。臣妾和弘历有过最美的从前，臣妾也曾经觉得，凭着少年相知相伴多年，总可以度过深宫中的种种艰险。可如今算是看明白了，再深的情谊，也被皇上的疑心和彼此的消磨耗尽了。那你又是从前的青樱吗？朕的青樱不会像你这个样子。
朕的秦英与朕相知相惜，理解朕，体谅朕。你看你现在，一点秦的影子都没有。朕甚至觉得与你形同陌路。是，秦英早就不在了。如今做着皇上的皇后，实在是太累太倦了。皇后凭什么说累了倦了？啊？你是朕亲封的皇后，朕让你母仪天下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许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罢了，你却那么固执己见。你说朕，说你不如孝贤皇后，是，你是不如她。要是孝贤皇后在的话，绝不会像你如此。这个皇后是臣妾愿意当的吗？皇上既然又提起孝贤皇后，臣妾倒想说一说。孝贤皇后在世的时候，身为中宫，也算无可挑剔，对皇上百依百顺，从不忤逆。皇上不也对她不满，以至于她不能安心。然而孝贤皇后死后，皇上却对她百般追思，情深几许。可这里边又有几分情真？还是皇上想让旁人觉得，皇上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？不止孝贤皇后，在这个宫里边，有哪一个女人可以在皇上身边真正安心的？就算是荣嫔，皇上曾经如此疯魔，对她又是真的爱惜吗？皇上就像您自己最爱的水仙花，临水自照，您只爱惜你自己。放肆！朕一直孤独地站在高处，朕治理国事日理万机，过的是孝义干事。整个后宫里，朕不爱惜自己，又有谁会爱惜朕呢？人人只会算计，还要图谋朕，又有谁对朕是真心的呢？这宫里无休无止的猜忌争斗、算计背叛，确实让人厌烦。可是皇上难道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吗？皇上在这其中又全无算计吧？淑妃是真心爱慕皇上的，可皇上从一开始就假借坐胎药，避免淑妃有孕，以至于12个体弱，不治早夭。淑妃也跟着绝望自焚。纯惠皇贵妃，纯惠皇贵妃是真心守着皇上的孩子，可皇上却只因为一枚珠花，从未停止对纯惠皇贵妃的疑心。之后也是因为皇上对荣嫔的疯魔，断了永璋和纯惠皇贵妃2条性命。还有臣妾，臣妾一路陪着皇上走到现在，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。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凌云彻，认为臣妾和凌云彻有私情，对凌云彻百般折磨，对臣妾也是万般羞辱。你还有一丝一毫对臣妾的信任吗？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你自己的疑心。清白2个字，臣妾都说倦了。你还敢提他？哼！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奴才伏龙庵见过尹妃娘娘、荣嫔娘娘。荣本宫和荣嫔跟皇后娘娘说2句话。这……你是何家公主的额驸，纯惠皇贵妃的女婿，你可别忘了，是谁冒着雨去救了纯惠皇贵妃？皇后娘娘，怎么会这样？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。你们要顾好自己，不要受本宫牵连。皇后娘娘回宫，我已经派人告诉宫里的五阿哥和于妃娘娘，也好多个照应。多谢。2位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
皇后早上还在礁石鸣琴用膳，晚上就风靡了。你打量着满宫里都是傻子呢。皇后一直没有失德之处，你突然送她回宫，旁人会如何揣测？朕已经给她体面了，说她回宫治病了。儿子奉皇娘巡幸江浙，承欢洽庆，却不想皇后举止风靡，当着朕的面亲手断发，朕只好将她送回宫中。若皇后的行为再有乖违，朕就废除她皇后之位。皇后这么做，必定事出有因。你夜夜游湖之事，哀家不提，你就真当哀家不知道了吗？人已经送走了，听说都出家当了姑子，非得把一个个妙龄女子逼到这般地步，实在太过。皇后心慈，才留了他们性命，叫哀家说杀了他们，挂在城墙上示众也不为过，才好堵了百姓们的嘴。额娘，皇额娘，你倒是天天叫，这么个叫法，哀家这是许久没有听到了。在儿子的心里，您永远是儿子的额娘。有皇帝这句话，哀家就敢说话了。皇帝，你是真的想废后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于国祚更是不祥。想世祖皇帝一生，最为人诟病的，并非独宠董鄂妃，而是废了第一位博尔济吉特皇后。大清开国100年，废后就为那一次。皇帝千万不能步世祖皇帝的后尘呐！失德的是皇后，不是朕。皇后背德不逊，与朕不同心，而且还犯了国之大忌，亲手断发，这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满人断发，一为国丧，二为夫丧。皇后出身大家，这件事情的确是做得太没有分寸。但她为何如此？你想过吗？皇帝啊，你是逼皇后太甚了。皇后如此狂悖，叫朕如何能忍？夫妻本为一体，若是废后，则天下臣民不安。如今又才出了游湖的艳闻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废后，让天下人如何揣测？这游湖之事，真是受了晋中的怂恿，是儿子轻率，儿子认错，朕已经叫皇贵妃去处置晋中了。既然处置了晋中，那就是皇后无罪。民间休妻，尚要有七出之条，皇帝如何昭告天下废后的因由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天下臣民言之凿凿，为君上者如何能不忌讳？皇娘从前就不喜欢如意，朕要封如意为后，皇娘就不赞成。可如今朕要废后，皇娘怎就不允许了呢？
哀家以前的确是不喜欢如意，但那是因为她姑母景仁宫的缘故。当年哀家不赞同立如意为后，为的是皇帝。如今哀家不赞同废后，为的也是皇帝。皇帝当年那么坚持要立如意为后，如今又怎不喜了呢？皇帝就不怕旁人议论，说你对皇后是色衰爱弛的缘故？变的是如意，不是朕。即便如此，相伴10载的情分，皇帝也不顾念了。朕不是不顾念，是皇后言行不当，一言一行都不像个国母。皇帝啊，你和皇后彼此分分寸寸都互不相让，就是因为太在意了，因为在意而废后。皇帝，你觉得值不值当？且废了乌拉那拉氏，又有谁才能继位为皇后？难不成皇贵妃？皇帝啊，若说要像皇后，像妻子，莫过于孝贤皇后；若是像奴才，你宫里多的是那样的女子。哀家就怕你真正废弃了如意之后，会后悔，会发现你对她的在意，那时可就晚了，追悔莫及了。令主，您终于来了，您得救奴才出去呀。那是自然的。对了，关了一夜，一定饿了吧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不了不了，那个出去要紧。事情怎么样了？晋中公公，皇上已经把皇后娘娘赶回宫中，现在我们主啊，已经是摄6宫事的皇贵妃了。皇贵妃，皇贵妃好。皇上这可就是有心要废后啊！奴才一定扶着您的手，走到中宫的宝座上去。本宫自然会登上后位。走吧。哎，皇贵妃，走。皇贵妃，皇贵妃，令主。您真的是太厉害了！我跟您说，王臣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领主，领主，咱们可不敢做什么。皇上要你死，本宫不过是奉旨罢了。领主，你得向皇上求情，你得救奴才呀！本宫为什么要求情？领主，本宫比任何人都想让你死。你这般王恩福音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那也得做个有本事的鬼才行。放开我！你们以为替他做事情会有什么好下场吗？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是你不得好死，本宫可好好活着呢。你不得好死！王禅，把话传出去，
皇上接近烟花女子，都是禁中一人所为。本宫只不过是秉公办事，除掉这个蓄意媚上的祸害。这。主儿，您别着急，皇后娘娘应该快到了。请皇后娘娘安。容佩，奴婢在。直接入宫。是。姐姐，姐姐，于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已被禁足，您还是别跟着进去了。翊坤宫怎么这样寒酸呢？内务府的人怎可以如此对待娘娘？皇上尚未废后，他们便这般迫不及待吗？掌灯吧。是。是。于妃娘娘，您还是请回吧。于妃娘娘，容佩，娘娘说了，烦请您照顾好12阿哥，让他不要多思忧心。还有5阿哥，有夫谷居的旧症，虽是小病痛也要上心，让姜太医得空帮他去看一看。本宫记下了。这个，娘娘嘱咐我，让我交给你。这里面一针一线都代表我对你的心意。绣得真是精巧，我一定会好好留着的。蓝色的梅花是我，粉红色的是你。姐姐要说什么吗？主儿，咱们等了那么长时间，皇后娘娘为什么不下轿？怎么不见您呢？还把香囊还给您？她是不是？姐姐是为我好，她不想连累我。但我知道，她心里始终是惦记着我的。娘娘，您的吩咐，
奴婢都转告于妃娘娘了。宫里的布置虽然寒酸，但奴婢想，于妃娘娘也一定是尽心尽力过的了。皇上的废后之意昭然若揭，内务府最痛上意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娘娘方才对于妃娘娘如此冷淡，您这么做是不想让皇上迁怒于她。于妃娘娘会明白您的心意的，她会的。娘娘，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奴婢伺候您早些安置吧。本宫想在这儿坐一坐，你们去收拾吧。是。额娘，皇额娘的情形，十二弟知道了吗？我自然不敢让他知道，暂且还是先瞒着他吧。自从上回凌云彻的事情之后，你十二弟心思极重。若是再要起了念头，生病或怎么的，我怎么对得起你皇额娘？额娘思虑的是，那皇额娘那儿怎么样了？你皇额娘昨夜已经让玉壶还有伏龙庵给送回来了。虽然荣嫔已经让人连夜通知我，但内务府那一边也奉了圣旨，撤了翊坤宫的布置，连李煜也因为和你皇额娘亲近，被皇上以办事不力为由打发去了圆明园。姐姐这回禁足，怕是要难受了。跟红顶白是宫中惯来的风气，皇额娘还如此失势。听巡宫那边的消息，怕皇阿玛真是动了废后的心思了。那可怎么成呢？得想个法子。额娘别急，等皇阿玛回来，儿子自会好好相劝的。事关皇阿玛的声名和皇室的声誉，一定不能生出废后的事来。五哥，永基，于娘娘，五哥，皇阿玛是不是不要额娘了？永基来，你于娘娘在这儿呢，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，啊！哎呀，别哭了。十二弟，皇阿玛不会不要皇额娘的。我们都在这儿呢。小磊子在。回头你吩咐太医给十二弟开些凝神的药。这。哟，五爷，您这是腹股虚又发作了，还是传教吧？些微小事，别让额娘知道了。这。额娘已经够心烦的了，我这点小病不算什么。五爷，你已经够要强了，既担着皇上吩咐的差事，又顾着后宫里的，要不等姜太医回来，让他给你仔细瞧一瞧。罢了，姜太医毕竟是皇额娘的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啊，现在真是失心疯了，才会那般顶撞皇上。
居然还敢断发呢！要不是他作死，又怎么能显出皇贵妃娘娘的贤德呢？听说皇后娘娘的姑母就是被先帝关在自己宫里禁足到死，皇后娘娘如今难道是要走她姑母的老路吗？魁常在，皇后娘娘虽被皇上罚禁足思过，可你这话却也不能乱讲。嫔妾的话可能不妥，却也是实情。谁让他们乌拉那拉氏就是这个命呢？永寿宫这么热闹，可不是，新封了皇贵妃，摄六宫之事。这可是当年翊坤宫娘娘的做派，只差一步就是皇后了。难怪人人都奉承永寿宫，也有好些人不服皇贵妃的。那是当然了，皇贵妃的出身做派，也就惹皇阿玛喜欢。有几个人是瞧得上她的？就是他们两个了。从今儿起，不必再在翊坤宫伺候，给我带走！你干什么？松开！松开！我打前底就跟着皇后娘娘伺候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三宝哪都不去。不去？我算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东西都不算。可是皇贵妃的意思，谁敢违抗？皇贵妃也不是皇后，她说了算吗？你这闹什么呢？来带走三宝和云芝。翊坤宫不能一个太监都没有，且我年龄大了，云芝跟灵芝得在这儿伺候着。按照翊坤宫眼下这个情况，留下你和灵芝也就够了。且太监嘛，主子娘娘身边不老实的太监多了，凌云彻就是一个。还是走了的好。你胡说八道！打你个胡说八道！哎呦，干嘛呢？让你胡说八道！你敢打本宫？你又敢打了！我告诉你，这顿打是替皇贵妃教训你。皇上可说过，这宫里边不许再提凌云彻3个字。你竟敢违逆！我倒要看看皇贵妃怎么保你！那行，不说这个了，人我得带走。我告诉你，若是得罪了皇贵妃，翊坤宫的供业可就没那么周全了。你敢？没什么不敢的。皇上都不理翊坤宫了，后宫就是我们皇贵妃做主，你们且瞧着吧。荣姑姑，就当是为了娘娘，奴婢愿意出去，不叫娘娘为难。荣姑姑，我且出去，再做计较。就是，早这么识趣不就好了吗？主子娘娘静心思过，奴才啊就不打扰了。带走。这算什么？皇上到底还没有废除娘娘，为何只剩下咱们2人？答应还有个太监伺候，娘娘连这点体面都没有了。也好，三宝跟云芝出去，也能有个通风报信儿的，也不算太坏。好了，去准备点吃的吧，快去。